大家好，我是怡媛。在前阵子官方有发了公告说，之后的 KVK 将会限制玩家的数量，上限为899个玩家。刚好今天1月8号就推出了先锋体验版，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一下，如果出现这个东西的时候，画面会变成怎样，有什么需要操作的。那我不确定之后的 KVK 会不会出现一样的东西啊，因为官方都说现在是先锋体验嘛。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多了一个东西，这个就是用来选择名单了。在点开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界面，但是据我了解，如果你的王国是没有超过899个玩家的话，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就跟公告所说的一样，可以选择最多3条路线，然后在右上角也会显示你的王国活跃人数到底有多少。所以各位可以看到960的人虽然是很少，但是他们活跃人数是有3310个人，大多数都是小号来的。基本上960能够打仗的玩家差不多是200个人，但是这边写3310个，除起来的话，大约一个玩家至少都会有16个小号。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什么资源上之类的，并且这个计算是肯定超过25等级执政厅的玩家才会记录在内。那既然960都已经3310个玩家了，那我们看一下93，拥有4537个活跃玩家。现在你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现在大先锋很难匹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人数真的是太多了，一般王国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数，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账号。所以现在顺便也是说一下，93跟960两个都是报名了兵务尝试，所以希望官方能够匹配成功啦，因为现在有限制人数了嘛。还有这2个王国在之前就已经约好要一起打架了，所以这2个王国都没有犹豫，这个报名跳出来之后就马上报名了，之后也不会再更改。而且这2个王国也是报名1条路线而已。假设他们这一次匹配是真的成功的话，以人数方面还有活跃度来讲，是真的还蛮公平的，双方都是选择自己想要出战的成员，人数都是差不多，只是有时差问题还有氪金量的问题，那就看93那边氪金到底有多少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同等人数的情况下看哪一方会更强。那活跃人数旁边点开规则查看，其实跟公告讲的是差不多的，但是每条路线国王可以分配的名额只有800个而已，并且需要国王先委托一个统领之后才可以进行操作，没有委托的话是不能接着下去做的。当报名阶段结束的时候，如果还有剩余的名额，系统将按照战力从高至低自动分配给执政官名额。分配名额的时候会进行弹性处理，但是每一个失落之地的名额不会超过899个。那各位你们可以看到画面，路线1其实是完全没有选到任何的玩家去参加报名的，你们可以直接先报名，后面再选玩家。所以各位才可以看到这里的总战力啊，名额全部都是空的。不过在前面我说过，如果你的王国没有这么多人数的话，是没有这个界面的。点开界面之后，如果是超过800人的王国就会变成这样，你们可以选择每一个联盟，然后哪一个玩家报名要参加 KVK。 这个界面是真的很像埃及之战那样子，如果是哪一些玩家觉得很累，这个赛季不能打 KVK 的话，就可以选择不要勾他的名字。当然这个操作也只有国王可以看到而已，如果你不是国王的话，你看到的界面将会变成这样，只有国王勾选之后，你才可以看到有谁的名字是在上面的。相反的，如果你的王国人数并没有到这么多的话，你在名额旁边会多出了一个信息，点开之后这里会说到这一次的 KVK 是有限制玩家名单的，系统已经从高至低来进行分配，比方说你哪个联盟的战力是比较高，它就会排在第一个。但是本王国的活跃执政官人数并没有达到上限，所以这个王国将不会进行分线处理。顾名思义，就是他们不能分成多条路线去报名不同的地图，比方说报名英雄战歌，另外一个就可能报名兵务尝试之类的。不过报名阶段结束时还是一样，如果你的名额没有到达上限，因为他们的王国也没有这么多人嘛，系统将会选择一些没有在王国名单里面的人，不过人数依然是不会超过899个人。至于下面那一排就是显示有哪一些玩家是没有联盟归属的，但是战力是偏比较高的，也可以选择这些玩家进去地图里面打。那么因为1921他们人数并没有到达上限的关系啊，所以系统将会自动去选取这800多个玩家，然后另外再抽取一些没有在联盟里面的玩家去报名 KVK， 但是人数依然不会超过899个。那么各位看了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如果你是在小王国的话是没有多少人权，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名单，没有办法选择要让谁去出战，基本上跟我们现在报名是差不多的，只是限制人数而已。不过我相信一般的小王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数啦。
但是有些王国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王国到底有多少活跃人数的。就举个例子，2605，那2605是偏比较小的一个王国来的，那我看他们的能够打仗的联盟好像就只有1个半左右。现在他们王国暂时是先锋王国，活跃人数有1886个。在点进去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乎只有一个主盟在打架而已，但是人数居然有这么多，换算下来差不多一个玩家大概有14个小号了。当然还是一样不排除有一些账号可能是资源商之类的。在统领选择好名单之后，一般的玩家点进去查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玩家将会报名这一次的 KVK。刚好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就是丙无常式，也就是960跟93都报名的地图。这个时候就显得官方限制人数的好处在哪里了。那比方说像2605这么小的一个王国，那你再看一下93这么庞大的王国，4000多个玩家跟1000多个玩家，第一点会不会匹配成功都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官方的匹配方式就是根据活跃人数还有战力。假设说这一次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这3个先锋王国包括93、960还有2605都报名了，我觉得都未必会成功。那或许960跟93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呢，但是2605可能不会匹配上。但是相反的，因为他们限制了人数的关系，就等于说有很大可能1605可能会匹配上。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官方系统是根据战力还有活跃人数来进行匹配。那如果就算2605它的人数是已经达标了，但是战力不达标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匹配成功的。像2605他们是已经选择好名单了，我们可以直接查看到它的总战力是161亿，但是960王国只是一个主盟而已，就已经192亿了。这个战力还没有包括其他的天兵啊、小号之类的。也就等于说，如果960是已经选满800个玩家的话，战力至少是300、400亿左右。就算是真的匹配在同一个失落之地里面，也不会是上下对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报名的地图是丙无常式嘛，就讲有可能左手边一个是960，一个是93，然后2605是在最右手边，就像之前1846还有1175的 KVK 那样子。那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推测而已啊，也有可能他们不会匹配成功在同一个地图里面。不过如果真的匹配成功的话，我觉得还蛮有看点的。那960跟1093也是可以选择双方对打，那2605就要看他自己咯，他是想要2打2还是1打3，就是那2个大先锋王国不会干涉到另外4个阵营他们到底要怎样去玩啊。玩法就类似像960跟2489那时候的 KVK 那样子，等最后结果出炉之后，看谁的 DKP 比较高再分配奖励之类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不过最后总结啦，这个东西呢，其实只是会影响到先锋王国或者是人口是真的非常多的王国而已，我们一般的 CD 主王国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只不过官方推出这个东西呢，也是为了要减少匹配失败的问题， KVK 不平衡的问题，也可以让一些先锋王国的玩家进行休息。那听到这里的观众或许会觉得，为什么他们需要休息，我们不需要休息？最主要就是先锋王国他们打仗的时间消耗的资源加速其实会比我们一般的王国还要更多。还有就是你们要以官方的角度去想，因为他们人口这么多嘛，也就是说如果有一部分的玩家是休息或者是他们分开地图打的话，官方可以赚2笔钱。就算他们不要分开地图来报名，每一次 KVK 只是报名一个地图而已，但是因为一部分的玩家选择休息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下一次跳出报名的时候就马上报名，所以某个程度上对官方而言也是加快了他们赚钱的速度，也减少这些先锋王国会有清零的动作。最重要就是限制人数之后，伺服器将不会这么卡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更新之后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坏处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